黄觉盛赞肖战《藏海传》表演极具张力，20城线下大屏同步刷屏，肖战全方位发展态势稳健。近期文娱圈里，有一位艺人持续占据大众讨论视野，他就是肖战，各类相关话题接连不断地走入大众视线。当下围绕肖战的利好消息接连涌现，多条利好线同步铺开。由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集《藏海传》成功斩获第31届白玉兰奖6项提名，含金量十足的奖项席位全部被收入囊中，其中包含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导演等重磅奖项类别。与此同时，同剧组演员黄觉在媒体采访过程中主动夸赞肖战的现场表演能力，把两人合作拍戏时的幕后细节完整分享出来，让观众得以窥见片场真实的拍摄状态。除此之外，国民家轻品牌超能推出线下打卡活动，活动主题为奔赴20城与肖战相遇，国内20座城市的户外大屏同步投放肖战专属宣传画面，线下掀起打卡热潮。线上剧集相关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线下品牌宣传画面刷屏各大城市，即便《藏海传》早已完结播出，相关话题的讨论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长尾效应十分突出。当下这一系列火爆讨论，并非单一维度的热度发酵，而是剧集口碑、圈内同行认可、专业奖项提名、品牌线下宣传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结果。对于文娱资讯内容而言，这类多层次出圈的话题具备极高的讨论价值。热度的来源不单单只有粉丝群体的自发宣传，也不只是品牌单方面投放广告带来的曝光，而是这名演员塑造的影视角色、市场大众反馈、剧组合作人员评价、商业品牌合作等多个层面都源源不断产生讨论话题。这也是本次肖战相关讨论最值得深挖的核心亮点。黄觉针对肖战给出的正面评价，最值得大众细细品读的关键点在于，这番夸赞并非客套场面话，也不是笼统宽泛的敷衍夸奖，而是结合两人一同拍戏的真实片场经历展开叙述，内容十分详实具体。黄觉在《藏海传》里饰演平津侯，该角色与肖战塑造的藏海有大量对手戏份，大多是充满激烈情绪的对峙桥段，两个人物之间牵扯着错综复杂的纠葛，情感羁绊厚重深刻。两人合作拍摄的第一场重头戏，就不是轻松平淡的日常对话戏份，而是情绪冲突拉满的对手戏，拍摄难度极高。按照黄觉的描述，他刚进剧组的第一天，就和肖战开拍两人矛盾最尖锐的对手戏。这条幕后信息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演员之间还没有建立熟悉的相处氛围，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也缺少足够的现场磨合，直接开拍情绪强度拉满的戏份，对任何一名演员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可肖战现场呈现出的表演状态，给黄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黄觉表示，肖战能够释放充足饱满的情绪，帮助自己快速带入角色心境，更好地完成人物塑造。这句评价的含金量远高于简单一句演技出色，背后的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拍摄对手戏时，最忌讳的问题并非单方面演员表演力度不足，而是两名演员无法接住彼此的情绪。倘若一方释放的情绪过于单薄，搭档很难被带动，难以进入人物状态。可一旦自身情绪释放得过于浓烈，又容易压制住对方的表演节奏。一场高质量的对手戏，理想的合作状态应当是，我释放情绪给到对方，对方完整承接住，再反向传递情绪，双方互相配合，共同拉高整场戏份的质感。黄觉此番给出的评价，足以证明肖战在片场表演时，不会只专注完成自身的表演任务，还懂得主动释放情绪，带动合作演员快速融入剧中的人物关系。简单来说，肖战的表演不是自顾自出彩的单人戏份，而是能带动搭档共同发挥的优质对手戏演绎，这样的专业素养在演员群体里十分难得。不少观众看完剧集后，都会感慨两人的对峙戏份氛围感十足，戏剧张力拉满，观看对手戏的过程十分过瘾。但这种富有冲击力的画面效果，从来不会凭空产生。镜头里一个细微的眼神变化，
一句轻重有度的台词，一次恰到好处的停顿，全部依靠2名演员互相承接戏份，互相传递情绪才能实现。由此可见，黄觉公开对肖战表达认可，核心认可的点不在于肖战自带的流量热度、频繁登上热搜的曝光度或是出众的外形条件，而是演员之间最纯粹、最实在的专业能力认可。提起黄觉与肖战合作的对手戏，绝大多数观众第一时间都会联想到剧中大牢对峙这段经典桥段。这段戏份之所以能够收获大量观众喜爱，让人看完久久无法忘怀，背后的原因十分清晰。他没有依靠大声嘶吼来制造戏剧冲突，很多情绪戏份很容易陷入创作误区，不少创作者会认为说话音量越大，表演的爆发力越强，面部表情越凶狠，人物带来的压迫感就越强。但《藏海传》里藏海这个角色身上的狠劲，并非外放张扬的风格，而是埋藏在冷静理智之下的隐忍锋芒。肖战诠释藏海这一人物时，最鲜明的演绎特色就是克制感。他不会一出场就放声大喊，也不会依靠夸张扭曲的面部神态，直白告知观众自己当下满心痛苦、满腔怒火。他选择将所有情绪隐藏在眼底神色、呼吸节奏、台词停顿之中，越是刻意收敛情绪，带给观众的后劲就越足。尤其是大牢对峙这场戏，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顶点，藏海直面着积压已久的仇恨，层层算计过往恩怨，还有命运带来的重重打击。倘若表演方式过于外放，整场戏份会沦为单纯追求爽感的复仇桥段；可若是情绪表达过于平淡，又无法撑起这场重头戏自带的厚重分量。肖战找到了平衡演绎的合适方式，把藏海内心的情绪划分出多个层次。第一层是时刻在线的冷静思维，藏海不会被内心的情绪掌控行动，无论面对何种局面，他都能保持清晰的思考。第二层是无形的压迫气场，他不需要抬高音量怒吼，仅仅安静站在原地，目光直视对方，一字一句平稳说出台词，独属于角色的强大气场就会自然展现。第三层是藏在心底的悲痛，这个角色不是没有喜怒哀乐，只是拥有极强的隐忍能力。他越是克制自身情绪，观众越能切身感受到这个人物背负的沉重过往与万千苦楚。这也是大量观众给出一致评价的原因，大家认为肖战不只是单纯塑造了一个聪慧机敏的人物，而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相信藏海就是那个能够步步为营、精心布局的谋划者。古装权谋题材影视作品普遍存在一个通病，主角仅有完整的人设设定，却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剧本文字可以描写他聪慧过人，旁白字幕也能讲述他步步筹谋，但观众能否真正信服，最终取决于演员能否完整、立体地塑造出鲜活人物。藏海这个角色的塑造难度不容小觑，人物身上同时兼具少年人的清爽感与历经世事的沉重感，气质上既能温润柔和，又能暗藏锋利棱角，习惯收敛自身锋芒，又需要在关键节点释放爆发感。如果表演力度太轻，人物会显得单薄空洞，如同纸片人一般没有灵魂；可表演尺度把控过重，又容易让角色显得油腻刻意。肖战这次演绎的巧妙之处，也是整体发挥稳定的关键之处，在于没有把藏海塑造成随时随地情绪爆发的人物。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情绪都在心底暗流涌动，等到剧情迎来关键爆发节点时，观众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没有情绪，只是长久选择隐忍克制。这样层次丰富的演绎，让人物形象充满独特韵味。黄觉在采访中提及，自己看过肖战出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对于肖战扎实的台词功底，经过舞台打磨的记忆能力印象深刻。这番表述也让不少网友重新梳理肖战这些年的职业发展路径。话剧舞台带给演员的提升，不会立刻转化为登上热搜的短期热度，而是潜移默化沉淀在演员自身的形体表达之中。舞台演出没有大量剪辑镜头帮忙遮掩表演瑕疵，也无法依靠镜头切换弱化失误，演员只能依靠自身的发声、节奏把控、肢体动作、
情绪传递，牢牢抓住台下观众的注意力。这个打磨自身的过程十分煎熬，却能切实锤炼演员的基本功，反过来助力影视剧拍摄阶段的表演发挥。肖战多年来稳步前行，先是深耕话剧舞台打磨功底，之后接连出演多部影视剧作品，涵盖年代剧、古偶、都市现实题材，直至拿下古装大男主的核心戏份。整个职业发展道路不存在跨越式的急功近利，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补齐自身专业短板。等到《藏海传》播出时，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单纯顶着高人气出演古装剧的流量艺人，而是一名吃透角色内核、完整完成人物塑造的专业演员。这也就可以解释当下网络上肖战演技有所提升的相关讨论，从来不是粉丝空泛的吹捧，每一句评价都有对应的剧情片段、台词段落、合作演员的真实反馈作为支撑，有理有据。再结合奖项层面的相关情况来看，《藏海传》顺利入围第31届白玉兰奖6大奖项提名，包含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对于一部古装题材剧集而言，能够拿到这么多项提名，已经属于十分亮眼的成绩。肖战依靠藏海这个人物成功入围最佳男主角候选名单，黄觉凭借平津侯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总导演郑晓龙与曹逸文一同入围最佳导演奖项。演员、导演、影视制作技术板块全部获得提名认可，足以证明这部剧集并非依靠单一亮点出圈，整部作品的综合完成度获得业内专业评审的一致关注。过往大众提起肖战，最先联想到的标签永远绕不开流量二字，但本次围绕《藏海传》展开的各类讨论，风向发生了明显转变。大众的关注点从流量热度转移到影视角色本身，从短期播出热度转向剧集整体口碑，从粉丝群体的发声量转向演员表演的细节剖析。对于一名演员来说，这样的舆论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流量带来的优势客观存在，能够快速提升作品曝光度，让剧集更快走入大众视野。可流量无法替演员完成镜头前的表演，也不能帮助影视作品收获优质口碑。剧集完结后，观众愿意主动讨论角色塑造，同剧组演员愿意在公开场合分享合作感受，专业奖项愿意将演员姓名纳入提名名单，多重认可叠加在一起，才是演员行走行业最坚实的底气。所以《藏海传》冲击白玉兰奖项这件事，意义不只是肖战成功入围男主角候选，更是为他演员这重身份增添了实打实的专业可信度。简单概括前后的变化，从前大众提起他，第一评价是人气高涨，如今越来越多人主动认可他拥有过硬的表演实力。这两种评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黄觉本次给出的正面评价，恰好印证了肖战稳扎稳打的发展思路。大家看完采访后会理解肖战能够收获成功的底层逻辑，这句看似夸赞的话语，背后藏着他对待工作的端正态度，拍摄前充足的准备工作，以及日积月累打磨出的专业业务能力。为什么肖战能够带动搭档演员快速进入角色？根源在于他自身早已完全沉浸进人物心境。为什么拍摄高强度情绪戏份时，他全程能够保持稳定发挥？不是临场依靠一时情绪硬撑，而是提前梳理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脉络，每段台词背后的逻辑，做好万全准备。为什么他能从话题度超高的艺人，一步步走到专业奖项提名的舞台？因为他懂得把外界给予的关注度，全部转化为影视作品里完整出色的人物演绎。这也是近期肖战相关话题持续发酵的核心原因。大众讨论的重点不再是他又收获超高热度，而是这次他成功把藏海这个角色塑造的立体鲜活。藏海这个人物的人物线并非一成不变，前期性格温润内敛，到后期背负一身沉重心事，人物心境随着剧情推进持续转变。肖战完整演绎出人物心境的全部变化，观众才能感受到角色拥有真实的成长轨迹，人物形象饱满有后劲。换个通俗的说法，本次肖战出圈，出众的外貌只是吸引观众点开剧集的敲门砖，全程稳定、富有层次的表演
才是牢牢抓住观众、收获口碑的核心关键。《藏海传》带来的持续热度，还有一处值得细细分析：剧集的讨论圈层早已突破粉丝固有圈子。从白玉兰奖项提名、央视各大影视平台持续关注，再到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专门撰文探讨剧集里传统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这部作品的讨论边界不断向外拓宽。尤其《藏海传》融入大量中式美学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元素，积极传递传统民俗文化，要发木偶、昆曲等传统艺术巧妙穿插在剧情之中。这让剧集不只是一部单纯讲述权谋争斗的古装故事，同时具备文化传播的价值，延伸出大量相关讨论话题。剧集和主演属于互相成就的关系，演员把角色塑造的具备说服力，剧中承载的传统文化内容才能被更多观众接纳、了解。影视作品本身制作精良，质感出众，演员的表演细节也会放在更优质的叙事框架下被大众探讨。这也是《藏海传》完结播出后热度没有快速消散的核心原因。大众讨论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剧情是否爽快，还延伸出角色塑造完整度、表演层次拆解、非遗文化呈现、国产剧集海外传播、中式传统美学等多元话题。一部影视作品能够持续引发多维度讨论，证明它不属于看过即忘的一次性娱乐内容。肖战作为整部剧集的核心男主角，自然处于所有相关讨论的中心位置。如果说白玉兰提名剧集本身带来的热度属于作品层面的曝光，那么超能品牌推出的20城遇见肖战线下活动，就是商业板块线下现实场景热度的延伸。2026年6月18日，嘉清品牌超能携手品牌代言人肖战，开启名为“只遇见你”的全国20城户外大屏打卡活动。活动投放范围覆盖各大城市核心商圈、交通枢纽、地铁线路、高铁站、电梯显示屏等各类公共空间。无数消费者在通勤路上、逛街途中、外出出行时，偶遇投放肖战宣传画面的大屏，纷纷主动拍照打卡，线上社交平台晒图分享的内容持续刷屏。这类线下宣传活动能够快速出圈，背后存在清晰的逻辑。他把明星代言的宣传画面从手机里的线上平台转移到现实生活场景当中。以往大众接触品牌广告，大多是刷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或是线上购物页面偶然看到。城市户外大屏则截然不同，它矗立在商圈街道、地铁站、高铁站等人流密集区域，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天然自带全程刷屏的传播效果。本次肖战的宣传视觉采用清新治愈的花海主题，和活动“只遇见你”的核心概念完美契合。粉丝分享出来的打卡照片，整体画面明亮柔和，充满夏日独有的治愈氛围感，完全没有硬广生硬的宣传感，更像是一场遍布城市各处的浪漫偶遇。也难怪大量网友纷纷感慨，上下班路上都能偶遇肖战的宣传大屏，很难不被这份氛围感打动。这就是线下户外大屏独有的传播魅力。这类投放不只是单纯发布商业广告，更是把艺人自带的公众影响力转化成一场覆盖全城的线下趣味事件。市民主动前往打卡、拍摄照片、发布社交动态，在线互动交流，品牌收获大范围曝光，粉丝获得参与活动的满足感，路过的普通路人也能直观感受到活动热度。多方都能从中收获正向反馈，一举多得。超能本次覆盖20座城市的大屏活动，刚好同时满足以上全部评判标准。全国20座城市同步点亮宣传大屏，本身就是规模不小的品牌营销动作。商圈大屏、交通枢纽、电梯屏幕、地铁站等多场景同步投放，能够看出品牌想要实现的不只是粉丝圈层内部的曝光，而是覆盖城市里各个群体的大范围传播。肖战自身拥有独特的商业适配优势，粉丝群体长久以来都保持着极强的线下参与行动力，同时他面向大众的公众形象稳定正向，十分适配家居清洁、香氛、生活日用类品牌开展长期深度合作。本次活动主题定为“只遇见你”，主推莫奈庄园设计灵感的洗衣液产品，
整体宣传调性偏向自然清新、舒缓治愈。肖战本身温和干净的个人气质和品牌想要传递的风格高度契合，宣传画面不会出现艺人与产品调性割裂的违和感。站在品牌方视角，选择代言人最担心3类问题：艺人气质和品牌产品风格不匹配，虽然拥有热度，却无法带动产品转化，耗费成本，推出线下活动却无人参与互动。但肖战恰好能够规避这些难题，他既拥有居高不下的大众关注度，粉丝参与各类品牌活动的积极性稳定，还能让品牌宣传内容自带大量社交讨论话题。这也是每次肖战相关品牌活动上线后，总能形成完整传播链条的原因。品牌官方发布宣传物料，粉丝自发前往线下打卡，各类打卡内容在社交平台大范围扩散，吸引大量路人围观讨论。直白来讲，品牌投放广告付出资金，买到的基础权益是宣传曝光，而肖战能够额外提供的是源源不断的网络讨论热度，以及能够抚慰大众情绪的情绪价值。现在重新梳理近期围绕肖战的全维度热度，能够发现整条宣传脉络完整连贯，各个板块相互呼应。作品层面，《藏海传》播出期间收获不俗播放数据，角色相关解读持续发酵，剧集拿下白玉兰6项提名，获得专业认可。业内同行层面，黄觉等一同合作拍戏的演员主动在公开采访聊起肖战片场专业的表演状态，为大众口中演技提升的评价提供真实佐证。媒体传播层面，剧集里包含的传统非遗、中式美学内容被主流媒体关注，相关讨论不再局限于粉丝内部圈层。商业宣传层面，超能覆盖20城的线下大屏活动正式上线，线下打卡热潮持续扩散，进一步拓宽艺人线下声量。4条发展脉络同步发力，交织在一起，释放出清晰的信号。肖战当下拥有的热度，不再依靠单一标签支撑。他不只是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高人气艺人，不只是手握众多优质代言资源的商业宠儿，也不只是依靠单一影视角色收获喜爱的演员。影视作品、大众口碑、专业奖项、商业合作多维度同步稳步发展，这样的状态对于一名演艺圈从业者而言，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稳定。文娱行业里，短暂爆红的艺人数不胜数，热度来得迅猛，退去的速度同样飞快。今日一条热门梗就能快速出圈，隔日就会出现全新热点，吸引大众目光。短短几天，观众的注意力就会彻底转移到其他新人身上。依靠影视作品沉淀下来的热度，则完全不同。只要影视角色塑造足够立体完整，后续每一次奖项提名、每一段合作演员的采访、每一次剧组幕后分享，都能重新勾起大众对角色的讨论欲望。《藏海传》就完美印证了这一点。剧集播出阶段，网友集中讨论藏海的权谋布局、人物情绪转变、完整成长故事。剧集完结之后，白玉兰奖项提名，让作品进入专业奖项的讨论范畴。黄觉公开夸赞肖战的采访流出，大众重新回看两人对手戏的表演细节。超能20城线下大屏上线，又把肖战的线下影响力推到全新高度。几条热度节点衔接流畅，层层递进，形成持续不断的讨论声量。大量拥有超高流量的艺人都会遭遇同一个发展困境：艺人自身人气过高，身上的明星光环盖过塑造的影视角色。观众看到艺人出镜，第一反应只会联想到明星本人，而非剧中塑造的人物。这件事对于演员而言，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超高人气能够带来剧集初始关注度，但同时观众会带着更高的审视标准，放大演员表演里所有细微不足。肖战出演《藏海传》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顺利扭转了大众的观看视角，不少观众从单纯看肖战本人，转变为沉浸式观看藏海的故事。这一点至关重要。演员从业多年，最终能够长久留存下来的，永远是一个个鲜活立体的影视角色。藏海这个人物拥有复杂饱满的内心世界，完整清晰的成长故事线，多处极具感染力的情绪爆发戏份。肖战没有把这个角色塑造成扁平化、全程爽感的单一男主，而是完整演绎出人物心底的压抑、无法释怀的伤痛，
暗藏的锋芒与难得的温柔。这也是大众讨论相关内容时，更多提及藏海的眼神、藏海的对峙戏份、藏海的经典台词，而非一味夸赞肖战外形出众的根本原因。这正是角色塑造取得成功最直观的证明。回顾近期全网持续发酵的各类相关话题，能够用一句话完整总结：肖战本次迎来的全面出圈，并非短期突然爆红，而是长年累月沉淀积累的实力，在同一时间段集中被大众看见。黄觉的公开认可，让大众看见肖战在拍摄现场一丝不苟的专业工作状态。《藏海传》拿下白玉兰6项提名，让所有人看见影视作品层面收获的专业认可。20座城市同步点亮的线下大屏打卡活动，直观展现肖战常年稳定在线的商业号召力。更为关键的是，这几类热度来源彼此之间并非割裂独立。演员收获优质口碑，来源于一场场戏份认真打磨积累而成，角色能够具备十足说服力，依靠每一处表演细节用心打磨，稳定持久的商业价值，也离不开长期正向的公众形象，以及持续产出优质作品带来的热度加持。所以近期全网热议肖战，核心关键词从来不是流量，而是稳定2字。镜头前的表演稳定，大众积累的口碑稳定，商业合作资源稳定，全网讨论热度同样稳定。身处文娱行业，短期走红算不上难事，真正困难的是，在收获高人气之后，还能持续带给观众全新的惊喜与突破。肖战现阶段最难得的地方，就是没有停留在过往爆款角色带来的红利之中，也没有单纯依靠自身人气消耗热度，而是持续产出全新影视作品，不断刷新大众对他业务能力的固有认知。《藏海传》为他提供了一次向业内、向观众证明自身专业能力的绝佳契机，而肖战也稳稳接住了这次机会。第31届白玉兰奖最终获奖名单会在6月26日正式对外公布。无论最终最佳男主角奖项花落谁家，肖战依靠藏海这一角色成功入围提名名单，本身就属于演艺道路上一座意义重大的全新里程碑。对于粉丝群体来说，这份提名是值得开心的好消息；对于普通追剧观众而言，这是行业专业评审给出的客观认可；对于肖战本人来说，这份提名更是他演员发展道路上全新的坐标。总而言之，藏海这个角色已经走出国门，收获广泛关注，肖战的演艺之路依旧在稳步向前延伸。这一次全方位收获认可，值得所有人持续期待他后续带来更多优秀作品。